你获得最强大脑冠军后，爸妈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们偷偷在丰盛的晚餐里下药，连夜把你捆起来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爸妈害怕你，是因为你说了自己仅用了不到1成的实力。他们害怕你超高的智商和不受控的思维，就比如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在马桶里洗头，然后又洗脚，而你却是认真回答：先洗脚多不卫生啊！肯定是先洗头啊！爸妈被你跳跃思维折磨多年，如今的冠军头衔让他们确定了你是个癫狂的天才。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这个精神病院负1楼只看管着你一人。今天来了2个护工，把你架到一个房间，一个从未见过的漂亮护士冷冰冰的发问：第一个问题，你面前有一个受到病痛折磨的人，他无药可医，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。如果你手中有一把枪，此时你会怎么做？试着和他沟通，让他重拾活下去的信心。 B. 报警，让其他人来处理这件事。 C. 用枪结束他的痛苦并自首。 D. 结束他的痛苦。很明显，这是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心理测试，而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差不多的题目，每个选项都对应一个分值，最后加加减减，粗略的来测定一个人的心理状况。但这种测试实在是太笼统，而且非常不准确，根本不可能作为一个精神病人的心理评估。所以，这不是决定你出院与否的测试。你大概用了不到1/10秒的时间就思考完了以上所有的问题，又用剩下的时间扫完房间环境，闻过空气里的味道，就用笃定又自然的语气开口。B. 顾女士在档案上画了几笔，继续往下提问。接下来的题目全是一个路数，测同情心、价值观、对生命的态度。正确答案明明白白，你答得百无聊赖，一边应付答题，一边飞速观察着周遭。刚刷过的墙壁，非办公用的书柜，舒适到不符合医院标准的办公椅，还有书架顶那个男士用的大容量无柄保温杯。你瞬间就推导出，这办公室根本不是顾女士的，她只是临时借用，甚至大概率不是这家医院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你借着瞥窗外的功夫，确定了现在是晚上，地点偏远，没有供暖，不是秋冬季节，时间大概率在晚8点到12点之间。很快，测试到了最后一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个反社会主义者吗？是或不是？你皱了皱眉，这题和前面的风格完全脱节。再看顾女士脸上藏不住的不耐烦，心里瞬间有了猜想。你用鼻子发出了一个极模糊的音节，又听不真切。正常人都会追问确认，可顾女士却像完成了任务一样长舒一口气，随手在档案上画了一笔。你彻底确认，这测试从头到尾就是个走过场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果然，顾女士转身把档案扔到桌上，拿起一份合同走回你面前，语速飞快。显然这段话已经说过无数遍。恭喜你通过了心理测试，你获得了与我们合作的机会。我们公司在研制一些新式的产品，你暂时不需要知道它们都是什么，只要知道你被选定为志愿者测试产品性能。测试期间可能会有危险，不过喝水都有呛死的风险。等你完成测试就会被释放，过往的一切罪行、危险记录、疾病证明，所有对你不利的东西都会被抹除，你可以回社会开始新的生活。他直接翻到合同最后一页，把印泥凑到你被绑住的右手边。只要你在这上面摁个手印。现在你有20秒的时间来考虑，是争取一下自由的机会，还是回到那个病房里过下半辈子？还有10秒，9、8。这是最烂俗的对话套路，用极端的选项和时间压迫，逼人选那个看似美好的答案，根本没时间想背后的深坑。可你连半秒犹豫都没有，直接开口：我同意。你太清楚回病房意味着什么，被关在方寸之地熬完下半辈子，这是你绝对无法接受的。哪怕合同是个吃人的天坑，起码比困死在病房里有趣。生命一定要有趣才对啊！你心里想着，忍不住裂开了嘴角。顾女士看着你的样子，皱着眉嘟囔了一句，眼里的嫌恶藏都藏不住。她没再多说，只催着你把沾了印泥的拇指重重按在了合同上。她核对完手印，转身抱着所有文件推门出去。你听见她对门外的医务人员说：明天上午会有人来接他。是的，顾小姐。高跟鞋的声音越走越远，你被重新戴上面罩，推着原路返回。进了电梯，你看着门旁的显示板，猩红的数字从3跳到2，又沉了很久，才终于跳出 B。电梯门开，你被推了出去。这里天花板不高，灯光亮的惨白，空旷的只剩推车咕噜的回音。两侧是几扇刷成白色的铁窗牢房，安静得听不到半点人声。2个护工一路碎碎念，把你推进了最尽头的单间。整间房连墙带天花板全裹着厚海绵，是专门防精神病人自残的特制病房。2人手脚麻利地把你从平车上解下来，用束缚带把你五花大绑，双手被拉成交叉抱绑的姿势，只有手腕能小范围活动。也不知道为啥要找这小子，他们不知道这人很危险，谁知道？看院长那孙子样，肯定是什么大人物，估计是政府那边的人。不管了，没了这小子咱们也轻松点，天天提心吊胆的。谢顶的护工摘下你面罩的时候，无意间对上了你的眼神，突然愣了一下。哎，老李，你看这小子好像有啥不对劲啊？没啥不一样啊。不对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不像之前那么傻了吧唧的了。老李凑过来仔细瞅了瞅，也反应过来，哎，你还别说，是有点不对劲哈。随便了，反正明天他就送走了。老李一扬手，这事整完了咱俩得喝点，可算不用天天瞅着他这张破脸了。话音刚落，2人就退了出去，重重关上了房门。你终于能活动一下身体，束缚带结实的根本挣不开，脚踝还拴着一根伸缩带，只能小步挪动。你快速检查了自己的状态，身高大概175，力量普通，全身关节没有不适，身上也没伤，除了名字，过往记忆一片空白。可你扫完整间病房，唯独角落里的白色蹲便器，让你强迫症瞬间犯了。整间房全做了防撞防护，偏偏这个蹲便器格格不入，就像整齐的鸡蛋堆里塞了个猕猴桃，抓心挠肝的难受。你盯着他纠结了半天，最终还是眼神一狠，高高跃起，2脚并拢，
啪叽一声踩进了蹲便器里。塑料的，有弹性，人撞上去也不会出事。你自言自语，哪怕表情有点恶心，心里却瞬间舒坦了。你靠在墙边坐下，脑子里飞速梳理着目前的所有信息。这地下病房专门关押高危精神病患，你是单独关押的重点对象，起码被关了3-4年。第二，顾女士背后的势力比这家精神病院高了不止一个量级，连院长都毕恭毕敬。第三，所有人都觉得你极度危险，可你完全没有相关记忆，甚至连自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第四，也是最让你郁闷的，你好像长得很丑，丑到护工看一眼都觉得糟心。就在这时，门上的小窗口被推开，餐盘和塑料勺子被塞了进来，是谢顶护工。你试着跟他搭话，可他半点反应都没有，放下饭转身就走。你费了整整20分钟才吃完这顿饭，勺子是特制的，还拴着绳子连在门上，根本没法拿来当工具。想靠这个引工作人员进来，更是不可能。吃完饭没多久，老李就过来把餐盘收走了。你知道病房里大概率有监控，没再搞什么小动作，回到角落坐下，又开始胡思乱想。你纠结了半天，睡觉会不会出意外？会不会做怪梦？会不会醒来又失忆？会不会梦游伤人？足足想了5分钟，你突然眼神一亮，严肃地点了点头。一个睡觉都能想这么多，我他妈果然是个精神病。说完，哐叽一下直接栽倒在地，就这么睡了过去，一夜无梦。第二天，钥匙哗啦的碰撞声刚响起，你瞬间睁眼坐起身，没有一丁点刚睡醒的朦胧。不是送饭，脚步急促，是昨天的2个护工一起来的，还没推平车，顾女士说的人来接你了。门很快被打开，老李和谢顶护工冲了进来，两人都戴着长到肘关节的厚级手套，老李手里还拎着一双布鞋，这祖宗可算是走了。老李念叨着，熟练的把带孔的面罩扣在了你脸上。哎，你看到门外那几个人了没有？那些都是真枪吧？谢顶护工压着声音说，语气里满是忐忑。应该是，还都戴着防弹头盔呢，估计真是政府哪个部门的，也不知道他们要用这小子干啥。两人一左一右架着你往外走，你终于看清，整个地下1层的病房只有你这一间住了人。坐电梯到1楼，穿过走廊走出医院大门，阳光斜斜的照在你脸上，刺得你上眼眶微微发疼。你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阳光了，你眯着眼扫了一圈，无数信息瞬间涌入脑海。郊区，离市区很远，偏北平原地带，春末，医院建成40年以上，翻新过一次，甚至连门卫那条狼狗最近在拉肚子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下一秒，你的视线就被门口的阵仗勾住了，心里瞬间欢呼雀跃。那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改装押运车，外形像运钞车，后车厢长宽2-3米，做了夹层改装，连车牌都没有。车旁站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，防弹衣、防爆头盔、霰弹枪一应俱全。这身装备扔射击游戏里不是主角也得是个 boss。但让你真正激动的是，押运车的玻璃贴了遮光膜，你终于能借着反光看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了。嗨，快点把他带过来！警卫隔着防爆头盔喊，声音瓮声瓮气，辨不出年龄。2个护工忙不迭点头哈腰，架着你往车那边走。你抻着脖子拼命往车玻璃凑，10米、5米、3米，马上就能看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警卫突然迈步走了过来，正好严严实实挡住了车玻璃。快点，弄车上去，我们赶时间！你心里瞬间炸了，恨不得当场破口大骂。都4张了，老子连自己的脸都没看到，你赶个屁的时间！你被架到车后厢，一把推了上去，警卫也跟着钻了进来，反手锁上了车门。车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，猛地窜了出去。后车厢靠着墙壁各焊了一排座位，你和警卫坐在一侧，对面还坐着个男人，那是个亚洲男性，身高185左右，方脸寸头，穿一件简单的黑色背心，露出半截纹身。他身材壮实，可肌肉已经有些松弛，显然很久没锻炼了。他的手脚都被铐住，手脚铐之间还有铁链相连，另一头直接拴在车厢壁上，待遇比你好不到哪去，活脱脱一个重刑犯。此刻他正冷冷地盯着你，车厢和驾驶室之间的拉窗被一块板子挡得严严实实，根本看不到司机，也看不到后视镜。车厢里一片死寂，对面的男人一言不发，身旁的警卫纹丝不动。你被绑得像个粽子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这车就一直这么开着，从小窗看到外面的景色，应该是绕着市区开往另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有疏则长，无疏则短。转眼已时至黄昏，而囚车也来到了另一处偏远郊区。警卫吼着让你和壮汉下车，眼前是栋3层破败建筑，院中有秋千、跷跷板。你一眼断定这是偏远的孤儿院，院外围着20来人，白大褂居多，还有黑西服和警卫，都围着大型仪器忙碌。你瞬间就懂了，自己这是要被当成小白鼠。身后警卫用枪管顶你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你心里火冒3丈，恨不得当场扇他。被枪指着走进人群，没人搭理你们，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地忙着手头事。一个穿白大褂的瘦小老头走过来，看着睿智，腰板挺直，正是魏先生。他催着赶紧开始，还让人把另外2个犯人带过来。你心里暗道，果然还有其他人。很快，身旁多了2个男人，一个不到30岁的瘦弱眼镜男，一个40岁左右微胖，总笑眯眯的大叔。你一眼就看出这大叔是个狠角色。魏先生开门见山，你们可以叫我魏先生，不是真名，你们都是死刑犯、重刑犯，要么听我话换新生，要么立刻被处死。话音刚落，他示意身旁警卫，警卫抬手对着地面扣动散弹枪扳机，尘土飞溅，除了眼镜男吓得一哆嗦，你们其余人都没太大反应。魏先生面露满意，接着说，戴上耳机进建筑，把看到的全告诉我。他瞅着你脸上的面罩皱了眉，让警卫摘了。警卫用匕首割断面罩带子，你活动嘴巴。在场的人都愣了，魏先生撇撇嘴，好像更别扭了。随后他让人拿来改造过的耳机，给你们4人戴上。你刚疑心耳机里有炸弹，魏先生就直接挑明，耳机里嵌了微型炸弹，听话就只是普通耳机，别搞出格的事。你心里暗骂，自己猜得真准。接着魏先生让人解开你们的铁链，眼镜男忍不住发问，这孤儿院怎么了？知道情况对行动有帮助。魏先生脸色一沉，少耍花招，你们只需要看和说，别的不用管。眼镜男赶紧低头应下。魏先生给了10分钟时间，让你们互相认识。束缚解开后，所有
所有人都活动着僵硬的身体，纹身大汉晃着脖子，骨头嘎吱作响。那个笑眯眯的大叔凑过来，伸手想和你搭话。嗨，我叫好人。你压根没理他的手，只顾着疯狂摸自己的脸，心里惊觉发际线高，额头宽，眼细长，鼻子尖长，嘴巴大得离谱，嘴角还像是被切开的。你迫切想看看自己的样子，回过神，你看向好人，张口就把他的底扒了个干净。从年龄、陈年旧伤，猜到他童年遭遇家庭暴力，后天因焦虑暴饮暴食，再到他的职业痕迹，最后直指他是囚禁小萝莉的死刑犯。每一句话都精准无比。你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魏先生若有所思，让人拿来你和好人的档案。好人彻底破防，咆哮着让你闭嘴，眼神恨不得吃了你。魏先生看着你，恍然大悟，你这是展示能力。行，进去后仔细观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你直言。我要一面镜子，还要扇那个警卫嘴巴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魏先生一脸不敢置信，半晌后让人拿来小镜子，却拒绝了你扇警卫的要求。镜子可以，打警卫不行。你一把夺过镜子，这是5章来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脸，皮肤苍白干燥，脸又尖又瘦，鼻子尖且鼻梁过高，嘴角被刀割开的2道伤疤触目惊心，像一直在笑。看着这张丑陋甚至恶心的脸，你控制不住的想笑，嘿嘿的笑声越来越大。镜子里你的眼睛凹陷细长，瞳孔极小，里面藏着的是疯狂。一股可怕的力量冲破枷锁涌进脑海，混乱、怪诞、恐惧席卷而来，你的脑子像要爆炸。在睁眼，周遭的一切细节都清晰无比，小到灰尘毛发，大到远处的寒流车祸，甚至能看透每个人的过往。你清楚的知道自己此刻彻底疯了。你捂着肚子狂笑，笑声刺耳。警卫被吓得举枪对准你，你却突然想起要扇那个警卫的嘴巴。你抬眼看向魏先生，咧着嘴说，让我扇他一嘴巴，不然你们开枪崩了我，公平吧？魏先生被你搞得无措，他惜才你的观察力，又忌惮你的神经质，直接拒绝。不行，警卫头盔摘不下来，你毫不在意，隔着头盔打也行，打完我绝对乖乖听话。魏先生无奈瞪了警卫一眼，示意他配合，又警告你别耍花样，不然直接启动炸弹。你兴奋地冲到警卫面前，抡起手狠狠扇在防爆头盔上，一声巨响，嘴里喊着让你丫骂我废物，让你丫用枪对我，一下又一下，手掌撞在头盔上的声音接连不断。你的右手很快肿成馒头，甚至小指骨头都像断了，疼得火烧火燎，但心里的疯狂却渐渐消散。你足足扇了1分钟才停下，握着肿手，分不清是哭是笑。魏先生催着，闹够了就干活。你心里盘算着，下一步必须搞清楚自己是谁，还有那份没签的合同。4人站在孤儿院门前，每人手里一个手电筒，领口别着微型摄像机。魏先生再次警告，进去后全听我指令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特别是你们鱼贯进门，院子破败荒凉，娱乐设施蒙着灰，野草从地里钻出来，铁栅栏锈迹斑斑。耳机里魏先生催着加快脚步，保持视野一致，别做多余的事。你却径直走到跷跷板旁，坐上去晃了起来。所有人都停下脚步，一脸懵。5秒后，魏先生的咆哮从耳机里传来，陈笑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你皱着眉躲开耳机的震响，揪起脚边野草，淡淡道，这跷跷板最少半年没人坐，但被频繁移动过，轮轴锈迹脱落，活动顺畅，两旁野草长势一致，说明他从没长期保持倾斜，不然会有地方长不出草。众人陷入思考，魏先生也没再咆哮，你干脆徒手撕了跷跷板的坐垫，海绵碎布满天飞。魏先生的声音透着无奈，你又他妈在干嘛？验证猜想，没人做，那他为什么会动？你喘着气，要么有人无聊拽着玩，要么有别的原因，我还没想出来。魏先生彻底服了，催着，快点进去，发现什么直接说结果，别解释，没时间。你心里了然，他们果然有时间限制。走到建筑大门前，你凑上去闻了闻，还舔了一下。众人心里一阵恶寒，你回头露出一个自以为友好的笑，喊他们过来。3人看着你嘴角的伤疤，只觉得瘆人。推开大门，里面一片昏暗，夕阳余晖勉强照亮大厅，中央的牌子写着阳光孤儿院，两侧是楼梯，大厅旁各有一条走廊。壮汉打开手电筒，你心里评价，这人聪明强壮还自信。耳机里魏先生下令，直接去2楼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有问题。到了2楼，魏先生又说，探寻每个房间，背对楼梯，先左后右，别遮挡摄像头。眼镜男小声嘀咕，跟真人鬼屋探险一样。他看向你，主动打招呼，嗨，我叫莫凡。你嘿嘿一笑，陈笑，你知道的。心里却疑惑，这看着就是个宅男的小子，怎么也是死刑犯。4人走到2楼左侧走廊，这里有4个教室。壮汉正要推第一扇门，突然回头看向你，你要不要先看看？你一愣，不用，我看过了。壮汉皱皱眉，报上名号白熊，随即推开门。你心里猜测，白熊绰号军人还是佣兵。进了教室，桌椅7扭8歪。莫凡按开关，灯没亮。魏先生下令，打开手电筒，各看一个方向，描述看到的。陈笑开始，简短点。你站在讲台上，打开手电，6、7岁孩子的教室，黑板粉笔很浅，墙面干净，讲台灰尘不厚。半年多没人来，但3、4天前有4个人来过，3男1女，有个男的最少180斤。3人立刻凑过来。莫凡刚要发问，魏先生的呵斥传来，别讨论，各回位置描述。立刻，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自己不是第一批进来的人，而第一批人的下场绝不会好。其余3人的描述都是桌椅灰尘，唯有这所孤儿院的整洁显得反常。学龄前孩子的孤儿院根本不可能保持这么干净。魏先生催着去下一间教室，路过你时，白熊看似无意的撞了你一下，一根铅笔被塞到你手里，你自然的揣进裤兜，心里暗道，这小子总能找到东西。第2间教室和第1间大同小异，地上的脚印证明第一批人也来过。4人简单描述后，魏先生直接让去第3间。你心里疑惑，既然第一批人已经来过，为什么还要让你们再来？遥控飞机装摄像头就行，非要人来，还是死了也白死的人？这里肯定有生命危险，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炸了这孤儿院？一路走，你脑子没停，观察环境，对着耳机说有目的性的话套魏先生的话，留意另外3人的举动，还不忘回想自己那张丑脸。不知不觉到了第4间教室，
这一路你摸清了不少事。第一批人是白天来的，好人一直记恨你。白熊又塞给你一张写着拖到天黑的纸条。莫凡藏了不少东西没说。魏先生3、4天没睡，还极度着急。你猜测天黑后这孤儿院会有变化。走进第4间教室，你皱了眉。这里和前3间完全不同，空间更大，是长桌且桌脚定在地上。讲台上有台老式大头电脑，后面是投影屏。这里明显是会议室，地上散落着无数蜡烛，窗帘被扯下扔在地上，最后一排的长桌倒在地上，桌角的螺丝都弯了。魏先生的声音立刻传来，语气严肃：打开手电筒，别遮挡摄像头。地上是蜡烛。白熊答道：蜡烛很多，桌子上到处是蜡油。你看了眼白熊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魏先生下令仔细描述，你心里断定第一批人没来过这里。一番观察后，你们得出结论，半年前这里聚集了很多人，点满蜡烛，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。之后发生了激烈争斗，连钉在水泥里的桌子都被撞翻。就在众人分析时，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小孩的嘿嘿笑声，清晰又瘆人。莫凡浑身一哆嗦，嗷的一声叫出来，好人也猛地一颤。白熊瞬间冲出去，拿手电四处照，走廊里却空空如也，你插着都探出头，漫不经心，没人了。屋内莫凡歇斯底里的咆哮，我就知道这里闹鬼，我不该签合同，我只是网络犯罪，还有上诉机会。他满脸后悔愤怒，你却看清他趁乱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口袋。耳机里魏先生厉声喝道：安静！5秒钟平复情绪。莫凡的耳机开始闪红灯，滴滴作响。莫凡瞬间慌了，哆哆嗦嗦道歉。魏先生的声音有些不清晰，听话，别问不该问的，现在直接去3楼。你捕捉到他的停顿，他一开始根本不是要说去3楼，要出事了。魏先生又催着加快脚步，你看向白熊，接收到他的眼神，心里暗道：拖时间这事果然得我来。你突然毫无征兆地扯着公鸭嗓子狂笑，声音比挠黑板还难听，回荡在走廊里，比小孩的笑声还瘆人。魏先生的愤怒吼声传来：你又在干什么？笑声戛然而止，你一本正经，我要拉屎。魏先生瞬间懵了，很急，顶在括约肌上了，又酸又胀，坚持不住了。你故意喊得夸张，甚至发出哦哦的声音。魏先生下意识喊：你快去！没有纸！你3个字甩出，彻底击碎了魏先生的理性。沉默1秒后，魏先生的咆哮几乎要震破耳机：我他妈不管你，30秒解决，不然把你脑袋炸成屎，那我只能用手。之后在墙上蹭一蹭了。你故作委屈的小声念叨：快去！魏先生吼道，他的声音更不清晰了。你看向窗外，夜色渐浓，心里猜测天黑后信号会断。耳机里传来卡拉卡拉的杂音，随后魏先生的声音彻底消失了。你心里一惊，还真猜对了。你立刻大喊大叫：出来了出来了！呼在裤子里热热的。耳机里毫无回应，领口摄像头的启动灯也灭了，信号真的断了。建筑外，魏先生扯下话筒怒吼：怎么回事？最少还能坚持半小时。工作人员慌张道：信号被截断了，里面的东西有些反常。魏先生看着阴森的孤儿院，喃这么早就隔绝巢穴，难道他在害怕？建筑内，白熊开口：现在这里和外面信号断了。他摘下领口摄像头，一攥就成了废铁，但耳机别摘，防止爆炸装置有压力感应。你笑着问：他们说的？白熊点头，没想到他们选了我，可能你表现得太过火，被看出来了。你不好意思的挠头，果然是这样。你们的对话让好人若有所思，莫凡却一脸懵逼，嚷嚷着：你们俩在说什么？你嘿嘿一笑，盯着他装，继续装。其实从看到改造耳机开始，你就知道4人里肯定有魏先生的眼线，用来监督其他人，而你拼命展示能力，甚至得罪好人，就是想当这个眼线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从魏先生那拿到独有的信息。只是没想到他们选了白熊，现在信号断了，遥控炸弹没了威胁，4人都陷入沉默，思考接下来的路。你走到莫凡身旁，伸出手，拿出来吧。莫凡装傻，你要什么？你瞪着死鱼眼，手没动。莫凡无奈叹气，掏出一个黑色军用耳机，话筒被砸扁了。好人和白熊皱了眉，这是警卫的标配，说明警卫来过，可一路上却没有打斗痕迹。你的手依旧伸着。莫凡急了，都给你了，还要什么？他拗不过你的眼神，又掏出一个小号拖鞋。众人心里吐槽，这小子怎么藏了这么多东西？可你的手还是没动。好人都忍不住了，喂，难道还有？莫凡一脸生无可恋，嘟囔着说你贪婪，又从怀里掏出一本日记。众人彻底惊了，这小子怕不是捡破烂的。你终于收回手，把这些东西都摆到讲台上，看向莫凡，死鱼眼盯着他，喂，哪找到的？第一间书桌里。莫凡有气无力的回答，凑了过来。白熊和好人也围了上来，这本日记绝对是关键。你直接将日记翻开了，书页间没什么回。12月15日，李雷同学的脚烂了，淌着脓水，他一边哭一边道歉，但是孙老师好像并不想原谅他，还说明天必须继续光脚站在雪里，肯定很疼。虽然他打碎了镜子，但那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能质疑老师的惩罚。下面的字被人划掉了。12月22日，我们都和小明说过很多次了，叫他不要熄灯后站在窗前，被发现的话会受处罚的，但是他不听，他好像总是在瞅操场上的跷跷板。1月4日，梅子又被叫去院长办公室了，当他回来时，脸有些红，衣服的扣子都被扯掉了，但是他得到1张假条，他已经有3张假条了，就是说可以犯3次错误但不受惩罚，真好，我也想被叫去。1月10日，天啊，那个悄悄自己板动了，谁都没碰他，我知道这是小明干的，要不要告诉老师们？1月17日，老师们很生气，他们将小明关到了禁闭室里，还骂他恶魔、妖怪、
但是我感觉到他们好像很害怕。1月25日，字歪歪扭扭的，小明出来了，校长死了，下一个会是赵老师吗？1月27日，他挖出了韩梅梅的眼睛，他说过不伤害我们的。1月30日，小明越来越暴躁了，他总是很生气，得想办法逃出这里。还好，我们知道他怕什么。日记到这戛然而止，三人瞬间了然，这孤儿院藏着黑暗，而小明是觉醒了超能力的反杀者。你心里也立刻断定这是超自然事件，外面的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。最差的结果，白熊沉声道。好人立马追问，你知道什么，对吧？白熊点头，我是佣兵，见过专门处理这种特殊事件的组织，外面的人就是他们的，咱们就是小白鼠。莫凡跟着附和，我黑过政府数据库，很多离奇案子都标了特殊处理，原来真有这组织。好人愣了愣，最终认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三人全看向你，下一秒却见你抓起蜡烛嚼了起来，咽下去后又趴地上扒拉灰尘。三人眼角狂抽，小明怕光，你站起身抠着桌角蜡油，顺带跟好人道了句歉，接你上巴士剧情需要。好人下意识应下，莫凡赶紧追问，那你这是干嘛？蜡油层次说明孩子在这待了3、4个晚上，他们突然慌着跑出去，肯定是小明有了不怕光的法子。你直言，又指了指地上，还有片浅血渍，擦得很快，暂时没头绪，先去各处看看。莫凡想等天亮，白熊当场否决，蜡烛都挡不住他，待着更危险。好人提议去对面走廊，说不定能找到上一批人的尸体。4人立刻动身，信号断了半小时，整栋楼一片漆黑。白熊打着手电走在前头，对面走廊也是4间教室，前3个毫无异常，到第4间时，白熊推开门，瞬间浑身一哆嗦，闪身关门背靠墙，脸色煞白。咋了？好人细声问。里面有人。白熊的声音带着慌，你一把拿过手电，凑到门边听了听，没半点动静，直接一脚踹开门，举着手电喊，此树是我开，此路是我。嚯，这声拖长的惊叹让3人立马探头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。教室里桌椅整齐，摆满了保持上课姿势的干尸，讲台上还站着个端着课本的女干尸，你跟逛游乐园似的翻找。3人跟在后面心惊胆战，你走到讲台前，手指直接插进女干尸眼窝。3人屏气凝神，见你点头才松了口气。这些是孤儿院学生，体液全被抽干，摆着半年多了，是小明的执念。你说这只像女干尸，她不是这里的老师，是上一批来的女人，死了不超1星期，不是吸血鬼，没伤口啊？好人问。比那狠，所有体液连细胞都抽干了，大概率从毛孔走的。你话音刚落，莫凡扭着身子慌道，那咱们咋还没死？不知道，试试就知道了。都离远点。你打开手电，从下往上照着自己的脸，嘿嘿怪笑，接着绕着女干尸转了圈，突然沉声低吼一声，见没反应，直接一脚把女干尸踹倒。下一秒，整栋建筑剧烈震动，一声带着愤怒的小孩尖叫炸响，震得4人头晕目眩。你立马将手电对准自己，大喊，你过来呀！震动很快停了，你冲3人道。小明很看重这教室，他现在很虚弱，手电不关就没事，又咧嘴一笑，说不定咱们4个能弄死他，先去楼下看看。4人到了1楼，白熊的手电没电了，你举着手电喊了声跟上，就跟疯了似的挨个推教室门。3人跟在后面跑，直到推开一扇门，你才喊了句原来在这。3人望去，教室里密密麻麻的干尸堆成山，你兴奋地扑进去翻找，嘴里还发出嘿嘿的笑声。一颗干尸脑袋滚出来撞到白熊的血，白熊看着黑洞洞的眼窝，小声问，他是站咱们这边的吧？没人敢答。许久后，你心满意足地走出来，莫凡小心翼翼问，怎么样了？你舔了舔嘴唇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直接道出真相。小明有2种超能力，隔空移物和抽体液功能，但怕光，连能力范围都不能有光。外面的人2周前就来了，第一批警卫全被他扭断脖子，之后才找了咱们这些小白鼠探底。3、4天前的那3男1女，赶上小明能力耗光，才活了阵子探到些信息，最后还是死了。这干尸教室是小明的执念，那女干尸是他补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所以才格外看重。你顿了顿，我找的是枪和上一批人的尸体，1楼、2楼都没有，说明枪那3具尸体和小明全在3楼。他怕枪，现在还很虚弱。白熊点头认同。莫凡激动道，那赶紧冲3楼搞定他，等他吸完体液就完了。不行，他身边有枪，不知道他恢复多少，冒进太危险。白熊否决。好人又问，那出去跟外面的人说情况，他们放了咱们的概率多大？3人全用看傻子的眼神瞅他。好人立马蔫了，当我没说。还有个是想不通，会议室的孩子为啥突然跑出去？想不通这个，所有推测都不算数。你拍回起身，裂开嘴笑，但想全明白了就没乐趣了。走，跟我上楼会会那小朋友。白熊立马跟上。好人和莫凡对视一眼，也只能跟着走。3楼比楼下暗得多，黑蒙蒙的雾气笼罩，手电光只能照到近处。教室全被打通，改成了寝室，窗户全被被单封死。你走到寝室门前，抬脚就踹，结果哐的一声，你摔坐在地，门纹丝不动。他用能力封门了，你拍回站起。莫凡忙问，那现在咋办？你猥琐地爬到门缝前，瞪大眼往里瞅，接着喊，小朋友，叔叔有糖哦。没回应，你又喊，不开门我就把你同学衣服脱光光。一股无形的压力瞬间聚拢，你毫不在意。我数3声，不开门就扭掉楼下老师的脑袋。3、2，不要。一个慌张的小女孩声音从门缝传来，3人瞬间懵了，小明竟是个女孩。门缓缓打开，你举着手电直接走进去，手电光对准角落，一个脸色惨白的小女孩缩在那，用手挡着光，怀里抱着一把枪，身旁躺着个胖男人的尸体。别过来，我有枪。她喊着，想端枪却根本举不起来。你刚问你是谁，一旁的花瓶就朝你飞来，却在半空摔得粉碎。小女孩无力地低下头，求求你们，他是好老师，从不惩罚我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梅子。她哭着回答。你瞬间恍然大悟，3人却满脸疑惑。你直接道，是你骗了小明，让他以为自己有超能力，其实都是你在操作。梅子拼命摇头，是他说要帮我逃出去，可他后来变了，要和我控制孤儿院。
还挖出了小红的眼睛。他还会说我杀了校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哭着说不出话，黑暗里只剩抽泣声。过了会儿，你又问会议室的事，是他逼你的吧？是他逼我装成被控制的样子，把大家骗出去的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梅子疯狂摇头，我们带你出去。你插着都漫不经心地说。梅子却摇头，不行，大家都在这，还有个温柔的女老师，我们都喜欢她。她眼里透着孩子的开心，你却冷冷道，他们都死了。梅子的开心瞬间消失，哭着喊，没有，他们还在上课。老师昨天还表扬我了，那他叫什么？梅子瞬间哑然，两眼茫然，你还没给他取名字吧？你在骗自己。为了守住这虚假的幻想，你杀了更多人。你一步步走向他，声音冷得像冰。看看你手里的枪，旁边的尸体，还有这没一丝光的房间，你只是把自己关在了幻想里。梅子捂着脸痛哭，你蹲到他身边，摸着他的头发，语气软下来，但是没人会怪你。梅子愣住，呆呆地抬头看你，你立马坐到地上，扯着歪理，不就是弄死几个人吗？多大点事？人都是凭喜好定义生命好坏，可爱的就心疼，讨厌的就想赶尽杀绝。你又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又指了指胖男人的尸体，他是死刑犯，手上不知道多少人命，你搞定他，那些受害者家属还得给你送锦旗，颁你个3好学生。可那些同学，梅子又要哭，那是小明干的，他利用你，威胁你，你是受害者，你抓起他面前的枪，枪杀了人，错的是开枪的人，不是枪，你替小明赎罪，这是神圣的事。那些警卫是为了钱杀人，你比他们善良多了，这就算正当防卫。一旁的3人冷汗直流，白熊小声说，他这是在干嘛？好人叹道，我当年有这2下子就好了。莫凡实在听不下去，转身走出房间，好人和白熊也跟着出去。没过多久，屋里就传来梅子破涕为笑的声音，好人嚷嚷，他在里面干啥呢？要不叫外面的人抓他。莫凡和白熊捏着下巴，竟真的开始思考。没多久，你牵着梨花带雨但情绪平复的梅子走出来，3人一脸不敢置信。白熊忙问，那现在咋办？你露出招牌式的微笑。10分钟后，孤儿院外的临时办公室里，魏先生捏着你的病历档案，眉头紧锁，上面写着精神分裂、狂躁症、偏执、妄想，还有咬人致死的案例。而他盯着你病历上呆板迷茫的照片，喃喃道，这个眼神不对啊。他想起你黄昏时的疯癫和刺耳的笑声，心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却又立马否定。突然，警报声炸响，猩红的应急灯疯狂闪烁，工作人员慌慌张张跑来，地级异常反应剧烈，他们出来了，要见您。魏先生立马冲出去，只见孤儿院大门敞开，梅子站在门外小声哭，你握着一把警卫的散弹枪站在门里，见他来，热情招手，嗨，打扰了，我们搞定他了。魏先生喊，这个小女孩是谁？你翻了个白眼，别装了，他一出来警报就没停过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把他带过来，你们任务完成了，我履行合同。你像是听到笑话，让我过去，我踏出半步，脑袋就炸成稀巴烂了，赶紧过来，到我身边来。魏先生又气又无奈，小声问工作人员，狙击手有角度吗？工作人员摇头，魏先生只能高举双手，像交换人质似的慢慢走过去，别磨蹭，进来。你拉着梅子退到建筑的阴影里，魏先生只能跟进来。他看着屋里的众人，又看了看安静站在你身边的梅子，恍然大悟，你们做的不错。你耸耸肩，魏先生却又道，你们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，别废话，当人质就有个人质的样子，我问你答。你刚说完，看着魏先生的眼睛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。魏先生抬头，眼睛反射着手电的光，第二，不是人质。话音刚落，魏先生凭空消失，紧接着哐当一声，白熊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你瞬间愣住，这瘦小的老头竟有如此恐怖的力量。但下一秒，你瞳孔紧缩，挂栓上膛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举枪对准魏先生喊，别动。不过眨眼间，莫凡、好人和梅子全被击晕倒地。魏先生的速度恐怖到极致，可你非但不怕，反而觉得无比有趣，嘴角不自觉裂开，眼里的疯狂翻涌，尖锐的笑声从喉咙里冒出来，嘿嘿嘿嘿。魏先生皱起眉，心里的那个可怕念头再次浮现，却又否定，死人不可能复活，而且那具尸体还在组织最安全的地方。可你的笑容和眼神实在太像了，你的脑子里一片混沌，无数念头搅成一团。他不怕枪，他能躲开，打脚还是打头？外面有狙击手，还有3小时天亮。梅子、耳机、白熊，可你只觉得有趣，只想笑。开一枪吧，把他脑袋炸开，肯定好玩，他会躲的。他在看我的手指，躲了的话更有趣。这些念头只在一瞬，魏先生还在纠结那具尸体的事。你扣动扳机，砰的一声枪响，歇斯底里的狂笑同时爆发，眼里的疯狂再也压制不住，尽数翻涌。你知道自己没打中，魏先生在你扣动扳机的瞬间就躲开了，可你还是笑，控制不住的笑，这实在是太有趣了。紧接着，他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陈笑睁开眼睛，一块陌生的天花板，你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剧烈的眩晕就席卷而来，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空虚感，像是脑子被人生生抠掉了一块。你双手紧抱住头，忍不住低骂出声。过了许久，天旋地转的感觉才渐渐褪去，你慢慢睁眼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处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封闭囚室，四壁是光滑坚固的特殊金属，没有窗，没有栅栏，连通风口都没有，只有一扇带长方形送饭口的门。靠墙摆着简易单人床，被褥干净，床对角的隔板后是抽水马桶。房间里没有灯，却充盈着明亮不刺眼的光，空气也格外清新。这囚室豪华的离谱，还透着股高科技的诡异。你舔了舔嘴唇内侧，摸到一处用力咬出的牙印，已经肿了，只当是昏迷时不小心咬到的，没再多想。你坐在床上，食指交叉抵在嘴边，记忆最终停在魏先生躲开那一枪，随后将你打晕的瞬间。
这里就是那个神秘组织的地盘。你点了点头，走到门前飞起一脚，啪叽一声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纹丝不动，连一点声响都没发出来。你爬起来检查了整个屋子，干净的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东西，只能躺回床上琢磨。白熊他们大概率也被关在类似的囚室里，没死的小白鼠下场只会是下一场试验的耗材，梅子的待遇肯定比你们这些消耗品好得多。你也没再多想。这时你注意到自己右手食指的指甲被咬得尖尖的，可你完全没有啃咬指甲的印象。正疑惑着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有人用硬物敲了敲门，一份早餐从窗口塞了进来，面包、牛奶、包好的鸡蛋，甚至还有个苹果，待遇好的让你忍不住吐槽。可你看着早餐，突然愣住了，你一点都不饿。从签合同到现在，你只在精神病院的单间里吃过一顿饭，昨天在孤儿院明明已经有了饥饿感，你不信邪似的满屋跑跳折腾，直到微微出汗，饥饿感依旧没有出现。我吃过饭了，记忆缺了一块。这个念头冒出来，噌的蹦到马桶边，猛扣嗓子眼吐了起来。看着马桶里的隔夜食物，你确定自己在这里至少待了不止一天，记忆被人抹去了。你立刻扑到床边翻找，终于在床单一角找到了2道指甲划开的丝线痕迹，还有稍远些一竖一撇的图案。2道竖线是记录的天数，那一竖一撇是代表7点的钟表指针。每天7点，你的记忆会被清除。你又舔了舔嘴唇里的牙印，随即在牙齿最后方的缝隙里舔出了1粒米饭，这是你自己故意藏在那里的，根本不用催吐，你早就给自己留了信号。这时门外又传来脚步声，你赶紧把鸡蛋苹果揣起来，咬了2口面包，餐盘很快就被抽走了。你啃着苹果坐在床边，脑子里飞速盘算，记忆清除大概率发生在你被带出囚室之后，你必须找到保存记忆的方法，和失忆前的自己接上线，不然迟早死的不明不白。想到这，你咧开嘴嘿嘿笑了起来。一个没有记忆的人要做这么多事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再次睁眼，入目的还是白色的天花板。我在哪？你刚坐起身，脑子里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眩晕，你低喊一声，好悬没摔在地上，眩晕感退去，你下意识舔了舔嘴唇内侧，熟悉的红肿和痛感传来。紧接着，你看到了小臂上用尖锐物划下的浅浅血痕，第391，还有被咬成尖锐形状的食指指甲。你的舌头又在牙齿后方舔出了那粒熟悉的米饭，无数线索瞬间串联。你皱着眉小声念叨：“我的记忆被人动了手脚。”你翻身在床上翻找，很快在床单一角找到了3条划痕，还有那一竖一撇的7点标记。你看着这些痕迹，咧开嘴发出了尖锐的笑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真是有趣啊！你已经在这里至少4天了，每天醒来，你的记忆都会重置到孤儿院那晚，所有的思考，所有的发现，都会在当晚被清理。你用面包和唾液揉成粘团备用，数着秒计算时间，早饭、午饭按时送来，营养搭配齐全。你试过藏起勺子，可手腕上的淤青告诉你，这件事你早就做过，还为此挨了揍。小臂上的第391被你一遍又一遍划刻，周围的皮肤已经发红，左手指甲缝里有一小撮燃烧后留下的黑灰，墙角还并排摆着4个苹果核，你把刚吃完的第5个也整齐地摆了上去。你已经理清了所有信息，每天晚饭后你会被带出囚室，经历某些事后被清除记忆，再送回这里。第391是代号，你划刻它时手脚没有被束缚，但身边有监控，面前大概率还有一张桌子。3，指甲里的黑灰来自你被带出囚室后接触到的被烧毁的东西。你知道，每天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走出这间囚室之后，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。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，你就算没有钟表，也能通过饥饿感和数的秒数精准预判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一份晚饭从小窗递了进来，熏肉、土豆、水煮蔬菜，你吃得干干净净，随即用指甲在床单的4条划痕上横着划了一道。再睁眼就是5天了，你小声嘀咕。门外传来了2个人的脚步声，电子锁按键声响起，紧接着是门卡划过的长音。门开了，2名穿黑色防爆服、戴头盔的警卫走了进来。嗨，起来！其中一个警卫晃了晃警棍，语气凶狠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说一句话，我就打掉你1颗牙，听懂了吗？”你立刻装出茫然又害怕的样子，乖乖闭上嘴，贴着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门。经过门沿时，你将提前做好的面包粘团悄无声息地粘在了门框内侧，这也是你之前推断出自己每天都会被带出来的证据。门外是宽阔的白色走廊，和囚室是同一种材质，没有窗也没有灯，两旁全是一模一样的门，每个门旁的密码锁显示屏上都贴着一张人脸照片。看来这里的小白鼠不在少数。走廊的拐角都有编号牌，你接连转过2个弯，分别看到了第772和 F1004的标识，瞬间和小臂上的第391对上了。又一个拐角转过去，你看到了一面被烧黑的墙壁，一个穿清洁工服装的人正拿着喷雾对着墙面狂喷，满脸不耐烦。你几乎瞬间确定自己指甲里的黑灰就来自这里。嗨，兄弟，还没弄完吗？压着你的警卫跟清洁工打了个招呼，清洁工一脸生无可恋。别说了，第416的活你也知道，哪有这么容易清理干净？警卫幸灾乐祸地笑了，我知道咋回事，那天给第416放的是摇滚乐，谁不知道那小家伙只爱听儿歌。清洁工瞬间炸了，捏着手指咔咔响，吼着要去查值班表。另一名警卫臂打断了他们，推了你一把继续往前走。你心里瞬间了然，这些编号不是房间号，是关押的异常体代号，就像那个爱听儿歌会喷火的小家伙，而你要去见的就是第391。很快你被推到了一扇门前，门上赫然写着第391，站着别动。一名警卫上前在触摸屏上按了一通密码，又刷了磁卡，门开了，身后的警卫直接一把将你推了进去。随着一声关门声，你站在了第391的房间里。出乎你意料的是，这里没有任何诡异的装置，反而被改造成了普通老式居民房的样子，书柜、
躺椅、冰箱、灶台一应俱全。房间正中间的木质桌椅上摆着一壶茶，桌旁坐着个老大爷，正捧着报纸看。你只看了一眼，就把他的信息摸得透透的。60岁以上，肥胖，头发稀疏，远视眼，酒糟鼻，长期吸烟，邋遢，爱吃肉，肝脏不好，有糖尿病，近1个星期没见过阳光。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老大爷，却让你莫名升起了强烈的紧张感。那些残存的记忆碎片在疯狂预警，面前的人极度危险。这时，老大爷放下报纸，抬眼瞅了瞅站在门口的你，来啦。他说的轻松随意，像在跟刚买菜回家的家人打招呼。你淡淡应了一声，大爷用眼神指了指桌子对面的座位，每天你都这样，接下来要问一堆问题是吧？行，快问吧。对了，那个监视器坏了，只有图像，你只要不打我，就可以当它不存在。你愣了一下，直接问，我平时都问什么？大爷喝了口茶水，一脸无奈，无非就是问这里是哪，我是什么人，我对你做什么之类的，每天都要问一遍，真是烦。你心里一惊，瞬间明白了最糟糕的情况，就算你每天都能问到核心答案，也根本留不下任何记忆，知道了也没用。但你还是坐直了身子，淡淡道，说来听听。大爷往起坐了坐，像给小孩讲故事一样开口，首先这里是哪我也不知道，总之这的人满世界找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生物就像我这种，然后把他们关起来。你安静的听着，没有插话。而我呢，大概10年前开始，我总觉得饿，不停吃也没用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要吃的不是食物，是记忆。听到这话，你露出了了然的表情，合着根本不是什么记忆清除程序，你每天被带过来，就是给这老头当晚饭来了。你挑了挑眉，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我来这里，记忆就必须被你吃掉，就不能不全吃，给我留点吗？不行，你刚开口，大爷就直接拒绝了。每次我吃记忆，都会触发那个低级异常反应警报，根本蒙混不过去，而且我也控制不了，要么不吃，要么就全吃。对了，你的记忆味道很不错。你又追问，那为什么我没被吃成一张白纸？大爷一脸无奈，记忆这东西有先后，必须按顺序吃，吃完新的才能吃旧的。你的记忆不一样，大概5天前有一段记忆特别混乱，我根本碰不到，它就像块大石头，把之前的记忆全挡住了。你想了想，那段混乱的记忆，就是魏先生进孤儿院后你意识失控的时刻。可刚想深究，就像有股力量拦住了你的思绪，你索性不再想，你心里一阵无力。翻来覆去这么多天，你一直在原地踏步，根本没有保存记忆的办法。这时，老头开口提醒你，小兄弟，差不多了。之前你每天都在这想好久，时间长了警卫会进来的，他们可不管乱七八糟的。前几天你非不信邪，结果挨了顿揍。你看了看手臂上的淤青，终于知道了他的来历。事已至此，在这个房间里，你根本不可能保住记忆，只能等一个契机。你坐到了老大爷的对面，用指甲在小臂上又一遍划下了第391。你看着对面的老头，还是问出了那个每次问完都会后悔的问题。说起来，您老人家是怎么吃记忆的？老大爷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腮帮子。之前的你每天都问这个问题，每次我告诉你之后，你都很后悔。没事，总之我吃完后你就会忘记的。所以说，您老到底是怎么吃的？你心里升起了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。老头像个做错事的小孩，瞄了你一眼，低下头，小声说了一个字：作。你嘴角狠狠抽了抽。老头稍稍放大了一点声音：我用作的。话音刚落，老头往你这边抻了抻脖子，紧接着他的嘴越张越大，像蛇一样，嘴角直接咧到了脖子根，整个嘴巴大的能吞下一个脑袋。你看着他嘴里粘着口水，满是烟渍的黄牙，还有那根蠕动的沾着茶叶沫子的舌头，终于知道了刚进屋时那股心慌的感觉从何而来。喂，你不会真的用作的吧？你的话刚喊出口，这张大嘴哐吃一口将你的整个脑袋含了进去，随后就像是用吸管喝豆浆一样，咕叽咕叽的开始嘬了起来。随着咕叽咕叽的声音，陈笑的记忆一点点的流失，终于陷入了昏迷之中。你坠入一片白茫茫的虚无，视线里只有一个悬浮的铁笼，里面四仰八叉躺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，他穿皱巴巴的紫色礼服，惨白的脸，嘴角裂到耳根，涂着猩红的颜料，活像个疯癫的小丑。虚空里突然站定一个身影，鹰钩鼻，猎鹿帽，身宗披风，叼着烟斗，眼神死水般平静，定定看着笼里的小丑。嗨，兄弟，你总算是来了。小丑睁开眼，倒三角的眼白多得吓人，眼里翻涌着无数情绪，上一秒是悲戚，下一秒就是嗜血，最终只剩彻头彻尾的疯狂。他手脚并用的扑到笼边，拼命把脑袋往栅栏缝里挤，嘴上喊着求放出去的哀嚎，脸上却挂着兴奋到扭曲的笑，甚至在狂笑。别装了，我了解你，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你无聊了，对不对？烟斗男终于动了，拿下烟斗，把烟灰抖进虚无。小丑见状，直接在笼子里笑到打滚。上次我把你放出来，你咬死了人，还割烂了他的嘴。烟斗男的声音淡得没有波澜。小丑立刻摆出无辜脸，这不能怪我，他那时候一点都不开心，我帮他永远笑下去了，现在已经是死局了，他永远出不去，只能日复一日想同一个问题，这对你来说是最狠的折磨。小丑死死盯着他，只有我能破局，放我出去，我给你找点乐子。烟斗男没应声，揣好烟斗，转身消失在虚空里，只剩小丑疯狂的笑声在整片空间里来回冲撞。紧接着，你猛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天花板。你坐起身，指尖蹭过嘴角的伤口，眉头末尾的笑了一声，又瞬间收住。咚咚咚，警棍砸铁门的声音准时响起，一份早饭从门下窗口塞了进来。你走过去，咬了一口面包，发出满足的喟叹，下一秒就把面包扔了，嘴里的也直接吐在地上。端起滚烫的牛奶，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。你打了个响嗝，拿起苹果，在球室里漫无目的的晃悠。一整天你都在做些没意义的事。
是，没去想丢失的记忆，没做任何记号，只像个等着派对开场的孩子。无聊里全是压不住的兴奋和期待。没人注意到，囚室墙角放着的不是苹果核，是个只咬了一口的苹果。那一口刚好咬出月牙形，像一张正在狂笑的大嘴。晚饭后半小时，门外传来2个人的脚步声。来了，你压不住嘴角的笑意，又硬生生按了回去。门开了，2个警卫晃着警棍喝令你出去，你一言不发，乖乖跟上。路过被烧黑的走廊，清洁工正在收拾，眼眶肿得发紫，却一脸得意地跟警卫炫耀自己把人揍到赔礼道歉请喝酒。2个警卫跟着起哄，3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尖锐的怪笑突然插了进来，嘿嘿嘿嘿嘿嘿，3人齐刷刷瞪向你，问你笑什么？你喘着气，笑得停不下来，这很好笑，不是吗？他们以为你被八卦逗笑了，可只有你知道，你笑的是这3个蠢货，死亡都快贴脸上了，还在为这点破事说笑，这简直太好笑了。警卫嫌你笑得恶心，骂了你一句怪胎，推搡着你走到标着第391的房间门口，输了密码，一把把你推了进去，顺手锁了门。你憋了一路的笑，终于绷不住了，趴在桌子上，一边狂笑一边捶桌子。对面看报纸的老大爷一脸懵，跟着笑了2声，问你到底什么事这么好笑？笑够了，你猛地抬头，直勾勾盯着他，你一会就会吃掉我的记忆，对吧？老大爷瞬间僵住，满脸震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随便了，无关紧要。你咧着嘴，身子往前倾，现在快点开始吧，我时间不多了。老大爷皱着眉，只觉得今天的你不对劲，却没多想，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张开能夸张拉伸的嘴，朝着你的头凑了过来。他只能靠吸食人类的记忆缓解饥饿，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可第一口下去，他就像吞了一嘴滚烫的烂泥，猛地把你的头吐了出去。他抬头就看见你一脸诡异的笑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味道如何？下一秒，老大爷抱着头惨叫着栽倒在地，满地打滚，脑子里像被灌进了一团混沌疯狂的东西，把他所有的思维搅得稀烂。墙角的监控把这一切拍得清清楚楚，可控制室里的值班人员前一晚刚因为走廊被烧的事挨了揍，跪了一宿客厅，此刻昏昏沉沉，根本没注意到画面里的异常。本来就没人愿意盯着这老头进食的恶心画面，这下老头在地上滚了足足2分钟，没有一个人发现。你端起桌上的茶，学着老贵族的样子翘着小拇指，慢悠悠开口，语气里全是戏谑。小时候我妈就说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你在这好吃好喝，每天拿别人的记忆当饭吃，早把最基本的规矩忘干净了。美色面前望忠贞，权力面前望职责，贪婪能扒掉所有人虚伪的外衣。你知道露出来的是什么吗？你蹲到他身边，咧开嘴，笑得癫狂，是疯狂啊！你贴着他的耳朵，像念咒一样低语，让他接受脑子里那股疯狂的力量，接受最真实的自己。你的笑声里，老大爷狰狞的脸上，嘴角不受控制的往上翘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刺耳的警报瞬间炸响，走廊里的白光猛地变成疯狂闪烁的猩红。第391异常等级变异，第391异常等级变异。机械的播报声盖过了走廊里的所有动静。门外的2个警卫瞬间慌了，刷开房门冲了进来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头皮发麻。老大爷直挺挺跪在地上，嘴裂得夸张，下巴快顶到肚子，双眼翻白，面色青紫，却在不要命的狂笑。而你捂着肚子指着他，笑得前仰后合。2个人的笑声甚至盖过了警报声。警卫端着枪喝令老大爷停下，另一个举着警棍就朝你冲过来，一边喊着要麻醉支援。可下一秒，2个警卫突然僵住，眼神茫然，手里的武器哐当落地，直挺挺倒了下去，没了意识。地下30米的总控室里，魏先生盯着大屏幕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工作人员急得语无伦次，汇报着核心情况。5分钟前，第391从毫无威胁的 D 级变异成 C 级，现在只要进入他半径10米的范围，就会瞬间失去意识，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。屏幕上，第391房间里，四周的走廊上，横七竖八躺满了昏迷的警卫，而画面的角落里，你正踩着满地昏迷的人，在走廊里悠闲的晃悠，一会小跳一步，一会学着芭蕾舞转圈，开心的不行。突然，你停下脚步，像是知道有人在看，猛地转过头，把那张带着诡异笑脸的脸凑到了监控镜头前。总控室里所有人都心头一紧，仿佛你正透过屏幕死死盯着他们每一个人。魏先生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：又是他。他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可档案里你只是个病情复杂的精神病人，可现在这个普通病人正游走在彻底失控的收容区里，完全不受第391变异能力的影响。更要命的是，工作人员急着补充，第391的影响范围马上就要蔓延到隔壁第416的收容间。那个刚驯服没多久能玩火的孩子，一旦被吸走记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能派去的警卫全倒了，麻醉机器人还要20分钟才能到。魏先生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满肚子的火气，下了唯一的命令：接通那条走廊的通讯。走廊里，你刚把警卫的防爆头盔拽下来套在头上，正摆弄着捡来的散弹枪。墙上的通讯器突然响了，魏先生的声音传了出来：嗨，你没理他，继续往下拽警卫的鞋子。长话短说，我要你。不，你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掀起头盔的护镜，冲着旁边的监控镜头嘿嘿一笑。我拒绝。一阵沉默，整个走廊上只有通讯器里的沙沙声在响。过了几秒，魏先生阴沉的声音炸响，隔着电流都透着刺骨的寒意：你逃不出去的，再过20分钟，我就能完全控制住局面。你随口应了一声，手上没停，继续扒着警卫身上的防爆服往自己身上套，压根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。通讯器里的呼吸声瞬间粗重，魏先生的怒火再也压不住，对着话筒咆哮：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时你已经把整套防爆服换好了，凑到监视器前摊了摊手，一脸理所当然：这不明摆着吗？我在装警卫啊！你瞧，装警卫根本行不通，这里的监控全是防弹的，再过18分
分钟我就能抓到你，到时候你只会后悔现在没听我的话。我劝你最好配合我。魏先生的语气凶得像要吃人。哎呀，别唠叨了。你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满脸失望。之前还觉得你这人挺有趣的，没想到这么没劲。不过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摄像头是防弹的，我这人一向温和，开枪这种粗鲁事我可不喜欢。说着，你捡起地上的囚服就要往摄像头上盖。等一下，魏先生瞬间慌了，厉声喊住你。你盖住摄像头也没用，我会核对每一个警卫的脸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无奈地撇撇嘴，像哄一个满脑子问题的熊孩子。我想开。话还没说完，魏先生就暴怒地打断了你。你打不开门的，你这是痴心妄想，你只能等着我把你抓起来，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有多愚蠢。你皱了皱眉，懒得再听他歇斯底里的叫嚷，摄像头也不挡了，转身就朝着第391房间的方向走去。魏先生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他清楚那2个警卫开第391的门时，压根就没逼着你，毕竟以往你出来后就会忘得一干二净，而这个警卫管的区域，所有房间密码都大同小异，他赌不起，只要你随便打开一间收容室，整个地级区都会彻底失控。这份强烈的不安让他做出了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陈笑，他直接喊出了你的名字。你脚步一顿，像是才想起自己叫这个名字，琢磨了2秒，突然开心起来，转头对着监控镜头笑问：干嘛？魏先生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所有情绪。我们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你一下子来了兴致，往镜头前凑了凑。什么交易？你去第391房间，把那个被你弄疯的老头弄晕，让他失去意识就行。魏先生顿了顿，抛出筹码。事成之后，我承诺放了你。你听完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，笑得直不起腰。承诺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好笑了，你竟然会用承诺这个词。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可以承诺你。魏先生对着话筒怒吼。你笑够了，揉了揉笑疼的肚子，慢悠悠开口。那行，先唱首歌来听听。魏先生直接懵了。你说什么？唱歌？对啊，就生日歌吧。今天说不定是我的生日。你一脸理所当然，这就是你的要求？当然不是。你嗤笑一声。但我现在只有听歌的时候才能好好想我的要求。快点，你自己说的，只剩10几分钟了。说着，你抬手就要扣上头盔的护颈。好，我唱。通讯器里传来魏先生咬牙切齿的怒吼，紧接着就是他强压着滔天怒火，一字一句唱完的生日歌，真难听。你皱着眉嫌弃了一句。魏先生的愤怒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声音冷得像冰。现在你想到你的要求了吗？他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，不管你提什么要求都先答应，等事情一解决，立刻就把你处决，甚至已经在脑子里反复演练了无数遍处决你的场景。而你像是终于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，兴奋地开口：我想听你讲个故事。画面一转，地级收容区的突发事态已经彻底平息，过程简单的离谱。你拎着散弹枪走到还在狂笑的老头身后，用标准的本垒打姿势照着他后脑勺，咣叽就是一下，老头应声倒地，抽搐了2下就没了动静。这场让整个研究区鸡飞狗跳的危机就这么被你随手解决了，而你此刻已经被铐在了办公区一间审讯室的桌子上。你和魏先生的交易很简单，你帮他平事，他给你讲故事。在你眼里，这交易再公平不过。1个小时后，审讯室的门开了，魏先生走了进来。他不是来履行交易的，进门之前，他甚至还在犹豫要不要直接进来就把你毙了，但他最终还是坐了下来。一来他不信手无寸铁，还被铐着的你能耍出什么花样；二来他实在想知道你嘴里的讲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嗨，你看到他进来，热情的抬手想打招呼，可手腕被铐着，只能小幅度晃了晃。魏先生看着你这张笑脸，火气瞬间就上来了，阴沉沉的盯着你。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？你竖起食指在空中点了点，一脸被夸奖的得意。我知道，我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魏先生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，阴恻恻的开口：你应该清楚，咱们的交易只说了你要听我讲故事，可没说讲完故事之后你是死是活。明天你就会被处决，好好享受你今晚最后的时光吧。他等着看你惊恐愤怒的表情，可你半点反应都没有，只是神经质似的舔了舔嘴唇。我知道，就算你答应放过我，也肯定会食言。你这种人我在那边见多了，我一般把你们统称为……你皱着眉想了2秒，眼睛一亮。对了，砸碎！魏先生气得差点当场掀桌子，心里反复告诉自己要忍，这小子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不差这一会儿。那亲爱的陈笑先生，在你被处死前，你想听我讲个什么故事？你瞬间裂开大嘴，把脸凑到他面前，眼睛里全是压不住的兴奋。我想让你讲讲这个世界。魏先生直接愣住了，这个世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世界。你不厌其烦地解释，声音尖锐又亢奋。这个世界根本不是普通人看到的样子，有孤儿院那个诡异的小女孩，有吃记忆的老头子，而你们这些人在找他们，收容他们，甚至消灭他们。太有趣了，我要你告诉我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。你的表情越来越兴奋，连魏先生都莫名觉得心里发毛。我拒绝的话呢？魏先生本想直接拒绝，话到嘴边却改了口。他年轻时在外勤组摸爬滚打多年，对危险有着天生的直觉。换句话说，他怂了，拒绝。你一脸茫然，像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选项，随即又开始嘿嘿嘿的低笑起来，越笑越凑近他，那张裂到耳根的嘴几乎要贴到他脸上，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低语：你何不试一试？那说不定会很有趣。魏先生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他见过无数生死场面，心里早就千锤百炼，可此刻却下意识地避开了你的眼睛，像没写完作业的孩子躲着老师的目光。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钻进了他的脑子里，反正他都是个将死之人，告诉他又能怎么样？说不定还能看到他震惊的样子，那应该挺有趣的，好吧？他松了口，我来和你说说这个世界。接下来，魏先生告诉了你一切：散发腐烂气味的石头，让亲人互相厮杀的魔镜，能实现愿望的油灯，把人拖进梦境的兔子，这些不是童话，是真实存在的。普通人活在理性和平的世界里，为钱全情，生老病死烦恼，却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
是扭曲、疯狂、荒谬的。而有一个叫秩序基金会的组织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，凌驾于所有司法权之上，默默收容这些会打破常态的异常物品，按危险等级从D 到 F 划分，保护人类不被未知的恐惧吞噬。你现在所在的就是基金会下属的第15号生物研究区。故事讲完，你笑了，笑得无比开心，无比兴奋，像个突然得到了所有梦寐以求玩具的孩子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可就在你狂喜到极点的瞬间，一个无比平静、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突然在你脑海里炸响：玩了这么久，该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一间漆黑的办公室里，一个女人坐在硕大的屏幕前，屏幕上10几个画面，全是几个小时里你在收容区里的一举一动，狂笑的、换装的、敲晕老头的，每个角度都清清楚楚。她靠在沙发椅里，指尖相对抵在鼻尖下，看着画面里你那张咧开的笑脸，低声自语：又出现了吗？许久，他伸手拿起旁边的老式电话，直接拨通了第15研究区的线路。电话接通，接线员慌慌张张的恭敬问候刚响起，就被他清冷的女声打断：“我找魏先生。”审讯室里，你突然一阵头晕，像刚从一场大醉里醒过来。你记得自己做过的所有事，记得老头吸你记忆时的感觉，记得在走廊里蹦跳的样子，记得魏先生刚讲的这个疯狂的世界，一切都真实发生过，却又像一场大梦。那些疯狂混沌的思绪在快速消退，你的思维瞬间变得清晰冷静，不再是刚才那副疯癫的样子。魏先生也察觉到了你的变化，皱了皱眉，刚想开口，就被兜里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。你注意到，那是一部通体漆黑的老式按键机，没有任何商标，被他放在上衣最隐蔽的夹层里，显然是极少用到，却必须时刻带在身边的东西。魏先生看着来电显示，满脸疑惑，还是立刻接起了电话。你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，却能清清楚楚看到他的表情变化。先是恭敬的低头应声，像在对着顶头上司鞠躬，随即猛地看向你，眼里满是错愕，再然后就是彻头彻尾的惊恐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完全颠覆认知的事情。这眼神连你都愣了一下。几秒钟后，魏先生挂了电话，呆呆地坐在原地，盯着地板愣了2秒，又抬头愣愣地看着你，像是还没从梦里醒过来。你小心翼翼地往他那边凑了凑，小声问：“咋了？”他咽了口唾沫，好半天才缓过神，开口道：“今晚洗个澡，明天会有人带你去外勤组报道。”说完，他起身晃晃悠悠地走出了审讯室。出门前还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后脑勺，你直接懵了，脑子高速运转的各种逃跑计划瞬间卡壳，对着空荡荡的门口大声嚷嚷：“喂，什么鬼啊？不是说好枪毙的吗？”20分钟后，你站在一个房间门口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你回头看向身后戴着防爆头盔的警卫，问道：“我说这位大哥，这是处决前的特殊待遇吗？”警卫立刻立正，声音铿锵有力：“报告长官，这是外勤组人员专用的临时休息室，所有设施都经过消毒更新，您可以放心使用。”你眼角抽了抽，实在适应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身份转换。20分钟前，你还戴着手铐在脑子里规划怎么越狱，这会警卫就一口一个长官的叫着，简直离谱。那外勤组是干什么的？报告长官，外勤组是秩序基金会的一线作战单位，主要负责收容或消除异常事务，以及处理各类突发事件。那我为什么突然就进外勤组了？报告长官，不知道。你挑了挑眉，好家伙，连不知道都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，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你一口气连珠炮似的问了10几个问题，从组队模式到任务派发，从部门权限到能不能拒接任务，问的警卫瞬间慌了神。眼看你还要接着问，警卫赶紧开口：“报告长官，休息室内有外勤组专用的通讯设备，您可以在上面查阅所有想了解的资料和可执行任务。长官您早点休息，明早我来接您去报道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立刻立正敬礼，转身迈着正步飞快地消失在了走廊拐角，生怕你再叫住他。而陈笑也耸了耸肩，走进了面前这间豪华的临时休息室。秩序基金会的财力物力、囚室都弄得像模像样的，那这间临时休息室肯定也差不到哪去，描述起来就相当于一间小号的总统套房一样吧。你毛腰插着兜，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心里止不住的犯嘀咕：老子就这么从一个待处决的小白鼠，变成这个组织的外勤组人员了。不管这是有多不可思议，它就这么实实在在的发生了。你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找机会查清楚那通扭转你命运的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，又说了些什么。你走到床前，心里刚吐槽这床软的能当蹦蹦床，下一秒就蹭一下窜上去蹦了好几下，嘴里还念叨着比想象中还要软。折腾够了，你心满意足的坐下来，顺手捞起床头那块看着像写字板的东西，学着电影里老道的样子，五指张开按上去，大喝一声开。随着一阵微光，电子屏应声亮起，你心里暗笑，知道这不过是普通的触摸唤醒，也确定了这就是警卫口中的外勤专用通讯装置。你率先点开个人资料选项，屏幕弹出指纹识别界面，你把食指按上去，只跳出一行刺眼的红色字体：无权访问。旁边的红叉不停闪烁，换做正常人早就收手了。可你偏不，愣是把10根手指头挨个试了个遍，最后才悻悻作罢，嘴里捣鼓着应该是还没去报道的缘故。紧接着你挨个点开剩下的选项，资料查询里的外勤小队、收容物品档案、收容区介绍、任务申报里从 S 到 D 级的任务单，就连你最感兴趣的基金兑换全都是无权访问。你心平气和地把这块没用的电子屏放回原处，脑子里飞速整理信息。外勤组大多是小队形式作业，收容物品按危险程度从 D 到 S 分级，D 级就是最低危的，基金大概率是靠完成任务赚的内部积分，能兑换黑科技和身体强化道具。一想到这些，你整个人都兴奋地发抖。千奇百怪的异常物品，藏着无数秘密的秩序基金会，还有充满未知的外勤任务，全都是你最渴求的。有趣，你向后一倒摔在床上，从低低的闷笑变成肆无忌惮的狂笑。要不是房间隔音好，外面的人指不定以为是哪个收容物失控跑出来了。太有趣了，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嗓子。地下没有阳光，你就这么兴奋了一整夜，压根没合眼，一会儿在床上蹦跶，一会儿拿起电子屏戳来戳去，中途还乖乖洗了个澡。在你看来，
踏入这个全新的有趣世界，沐浴更衣是必须有的仪式感。早上8点07分45秒，房门被准时敲响。你数了一整夜的秒，等这一刻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门外传来警卫铿锵有力的报告声：“长官，您起来了吗？”你一把拉开门，脸上的兴奋都快溢出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报道。警卫隔着防暴头盔翻了个白眼，却还是规规矩矩敬了个礼。是，这边请。你跟着警卫转过几条一模一样的走廊，最终停在了新进外勤人员登记处的电子门前。你刚往前迈一步，电子门就自动向两侧滑开了。外间的小桌后坐着个穿白大褂的微胖大姐，她头都没抬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陈笑。”你应声答道。大姐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几下，身后的防辐射门应声打开，只甩给你一句：“进去吧。”你嘿嘿一乐走了进去，瞬间被里面的景象惊到了。不大的空间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仪器，只留了条勉强能过人的小道。身后传来大姐不耐烦的喊声：“坐上去！”你找了半天，才在破烂堆里扒拉出个能坐人的地方，费劲巴力的挤进去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坐好了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哐当一声从头顶扣了下来，淡绿色的液体瞬间注满了整个罩子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魏先生设的局，要在这直接把你处决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大姐扯着嗓子喊喘气，你半信半疑的试着吸了一口，液体顺着呼吸道涌进肺里，却半点没有枪壳的窒息感，反而直接在肺里完成了氧气交换，连呼吸都省了。你心里暗叹，这基金会的黑科技果然名不虚传。紧接着，罩子里的液体开始咕嘟咕嘟翻滚，头顶的光束有节奏的扫过你的全身，一根根机械臂钻出来贴在你的皮肤上，电流顺着肌肉游走，无数细针扎进你的皮肤，不知在抽取还是注射着什么。一阵晕乎乎的软绵感席卷了你的意识，你收起了脸上惯有的笑，安静的闭上了眼睛。你想睡一觉，也清楚的知道，等再次醒来，等着你的会是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就像你一直说的那样，生命一定要有趣啊！再次睁开眼，你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个天花板我见过。”说起来也离谱，最近这一个多星期，你每天早上睁眼看到的不是陌生天花板，就是前一天的记忆又丢了。这熟悉的天花板反倒让你觉得稀奇。你想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可浑身每一丝肌肉都酸疼的要命，半坐的姿势只坚持了1秒，就重重摔回了床上。你心里犯嘀咕：昨天那台破机器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房门发出滴的一声轻响，随后被人推开，高跟鞋踩在地面的清脆声响，一步步朝你靠近。你动弹不得，心里却已经猜到了来人是谁。果然，顾女士的脸出现在了你的视线里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说的外勤组新人是你。顾女士的语气平淡，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。你努力扯出个自认为不错，实则难看的要死的微笑，嘿嘿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我也没想到。”顾女士冷冷地看着你，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话：“以后你归我管。”话音未落，一部黑色的手机被他丢到了你身上。我很忙，明天早上我会给你留1个小时的时间，来办公室找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，连房门都没帮你带上。你心里一阵郁闷，合着就把自己这么晾在这一整天。这一天过得属实糟糕，你浑身动弹不得，只能直挺挺地躺着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才勉强能小幅度活动手臂。你天生就受不了没事干的日子，铁了心要拿到窗边的那块通讯板。你像个大肉虫子一样在床上一点点蠕动，每动一下，肌肉都传来钻心的酸疼。可你愣是凭着一股劲，终于够到了那块通讯板。嘿嘿嘿，终于到手了！你在心里呐喊着，迫不及待地点亮了屏幕。第一个选项依旧是个人资料，这一次指纹识别顺利通过，你的个人信息页面完整地展现在了眼前。姓名陈笑，职位 K 是第15异常生物研究区外勤组人员，级别 D， 既往任务无，荣誉无，基金0，能力总览详情。你随手点开了能力总览后面的详情，新的页面瞬间弹了出来。力量4，敏捷5，思维2，血清5，武器兑换5。当看到那个刺眼的2时，你直接瞪起了死鱼眼，心里把做测试的人骂了个遍。按普通人各项属性上限10来算，这岂不是明摆着说自己是个智障？你打定主意，回头必须找负责测试的工作人员好好谈谈。郁闷归郁闷，你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血清2个字勾走了。你退出个人资料页面，直接点开了基金兑换栏目。目前你的权限只能查看最基础的地级兑换内容。点开血清分类的瞬间，你直接惊得喊出了声：嚯，这根本就是个加强版的违禁药品贩卖超市好不好？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，你一目十行的翻完，大致把它们分成了3类：永久强化属性的基础血清，短效爆发类药剂，还有效果逆天的急救用品。你心里忍不住吐槽，那能让伤口几小时就长好的止血凝胶，简直就是现代版黑玉断续膏。紧接着你又点开了武器和防具分类，眼角又是一阵控制不住的抽搐。消音巴雷特、便携式榴弹炮、钛合金震动匕首，各种离谱的武器应有尽有。看着和普通西服没两样的轻型防弹衣，带氮气助推器的鞋子，更是刷新了你的认知。你忍不住嘀咕，这组织手里握着这么多狠货，怎么还没去征服世界？是觉得太容易了没成就感吗？翻完了所有能看的兑换内容，你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勉强能下地走路了。你揉了揉笑了一整晚的脸，又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，心里打定主意，明天去顾女士的办公室，把外勤组的规矩问个明白。真是期待以后的日子呢。第二天，走廊上，你穿着组织提前准备好的黑色无牌西服，一边摆弄着顾女士丢给你的那部手机，一边接连问了好几个警卫，终于摸清了顾女士办公室的位置。这部手机是通讯板和手机的合体，除了基础的通讯、查资料、兑换物品功能外，还有团队定位和紧急求助功能，甚至里面还有一笔数额不菲的生活费。你不由得在心里感叹，这基金会是真的财大气粗。很快，你就站在了顾女士的办公室门口。这扇门在千篇一律的走廊里格外好找，因为门上贴着一张醒目的纸，上面写着8个大字：无事勿扰，后果自负。你想了想，
还是礼貌地敲了敲门。过了好一会，里面才传来顾女士冷淡又忙碌的声音：“进。”你推开门，瞬间被屋里的景象惊到了。这间办公室里只有2样东西：办公桌和文件。4面墙的书柜全被淡黄色的密封文件夹塞得满满当当，只留了个刚够人进出的门缝。你有1个小时时间，有什么要说的就快点。顾女士头都没抬，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文件，一边冷冷地说：“既然只有1个小时，你自然不会浪费半分。”张口就问出了最让你耿耿于怀的问题：为什么我的思维评价是2？得到的答案干脆又利落：系统定的，改不了。毕竟那天测试时，你的脑子一直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思维扫描根本无法正常进行，只能随便给了个2分。你只能认命，在心里又把测试系统骂了几句。紧接着，你追着问清了级别晋升的规则。顾女士言简意赅地告诉你，D级升 C 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成功完成一个 C 级任务，级别越高，能兑换的物品越好，权限也越大。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随时可能送命的工作，普通人听了就得跑。可你越听越兴奋，一直嘿嘿嘿的乐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你又追问，外勤组的工作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干？顾女士这才告诉你，昨天你泡的那罐绿色液体，不光是扫描你的身体数据，最核心的作用是给你全身注射了基因毒素。这种毒素能在瞬间让一个人变成一滩没有思想的烂肉。不光是外勤组，基金会几乎所有员工都被注射了，不想干也得干。然后是荣誉，顾女士告诉你，这东西只有完成远超自身能力的任务，或是处理了重大突发事件才能拿到。荣誉代表着组织的看重，能兑换特殊道具和机密文献。末了，他还顺带嘲讽了你一句，就你这思维2分的家伙，想拿到荣誉基本是不可能的事。你自动过滤了这句嘲讽，继续逮着他问东问西，整整1个小时，愣是没停嘴，把顾女士烦得想直接启动你体内的毒素，掐死你算了。好了，你的问题也该差不多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顾女士终于忍无可忍，抬起头，用阴冷的目光死死瞪着你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，赶紧滚！你完全无视了她眼里快要溢出来的杀气，嘿嘿笑着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那昨天早上你说今后我归你管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顾女士冷冷地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以后你的任务评估由我来做，你在任务中收容的物品档案由我来写，最后如果你违反了基金会的条例，你体内的基因毒素也由我来启动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按到卧槽，用手机就能随时启动，这要是他哪天喝多了手滑，自己不就直接嗝屁了？你立刻换上满脸善笑，点头哈腰的祝他工作顺利，注意身体，青春永驻，早日脱单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无形的杀气瞬间把你裹得严严实实，你背后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，赶紧深深鞠了一躬，头也不回的嗖一下跑出了办公室，还不忘顺手带上了门。走廊上，你惊魂未定的呼了口长气，心里暗道：女人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生物。刚才那股杀气，比之前第391那老头要含住你脑袋的时候还要吓人。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自己单身这件事，不过也能确定，他不会随随便便就启动毒素，不然自己已经死了10000个来回了。你美滋滋的想，这么说，自己现在就是一名光荣的秩序基金会外勤组人员了呗？所以，我现在要干什么去呢 ？K 市街头，一名面色惨白的销售男子漫无目的的溜达着，你插着兜，猫着腰，嘴角那道割开的疤痕，让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匆匆侧目。可你毫不在意，此刻正被一件事搞得无比郁闷，你的记忆是完全空白的，除了陈笑这个名字，对自己的过往一无所知，连个能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，直接导致你连房子都租不到。你坐在马路边皱着眉发愁，再这么下去，搞不好要被当成非法偷渡的抓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兜里的黑色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你随手掏出来，屏幕上赫然跳出一条新发可选任务的通知，D级可选任务 K 市某某街区出现新发 D级异常反应，距离您所在位置3000米，尚无相关资料查询，是否接受此任务？是否？离我这么近，跟特意为我准备的一样。你念叨着，想都没想就点了是。刚接下任务，租不到房子的郁闷瞬间一扫而空，你裂开嘴笑得无比兴奋，毕竟整个基金会里会因为接了个任务这么开心的，估计也就你一个了。手机屏幕立刻弹出导航地图，你迫不及待地起身，按着地图的方位快步走去。几分钟后，你站在了一栋公寓楼下，1楼是一排临街商铺，人来人往，看不出半点异常。你习惯性地吐槽了一句，此刻这画面里最不正常的好像就是你自己。一般外勤人员都会等异常现象彻底显现再出手，免得费力不讨好，可你根本不在乎。既然一眼看不出问题，那就直接问。你想都没想，径直走进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家咖啡厅。店铺不大，阳光洒在靠窗的碎花桌布上，空气中飘着香甜的气息。你走到吧台前，习惯性地扫完了四周的细节，开口问道：有蛋糕吗？吧台后是个系着淡粉色围裙的胖店员，看到你的脸时微微皱了下眉，又立刻换上笑脸：有，先生您要哪种？最甜的。你看都没看菜单。很快，一块蛋糕摆在了你面前，你努力扯出个礼貌的微笑，却还是让店员眼里闪过一丝不适。你毫不在意，挖了一勺奶油放进嘴里，突然冷不丁地问：话说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啊？店员猛地一愣，眼球下意识地晃了一下，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没有。又偷偷瞄了眼你的眼睛，慌忙补了一句：没什么奇怪的。你抿着嘴笑了笑，道了声谢，端着蛋糕坐到了店里最里面的位置，这里既能看清窗外人流，又能将整个咖啡店尽收眼底。你在这个位置坐了整整3个小时，桌上摆了4个空盘子，期间你一直观察着那个店员，发现近10分钟里，他已经第17次有意无意地看向墙上的钟表，频率越来越高。看来那位奇怪的客人要来了。你心里刚闪过这个念头，咖啡店的门就被推开了，一个少女走了进来，你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底细。25岁左右，马尾辫，长期宅家，每天至少坐电脑前10个小时，进食不规律，最近刚换了居住环境，满心苦恼和疲惫，是个没什么名气的作家。你兴奋地嚼了一大口蛋糕，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少女点了杯咖啡，坐到了离门很近的位置，背对着你，从包里掏出个厚厚的新笔记本，烦躁地抓着头发，深深叹了口气。你犹豫了半秒，端着剩下的半块蛋糕
蛋糕，直接走过去坐到了他对面。这个突兀的举动，配上你那张怎么看都不像好人的脸，换做正常人早就警惕起来了。可少女只是淡淡扫了你一眼，连问都没问，你反倒愣了一下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：这人是一点自我防卫意识都没有吗？场面尴尬了几秒，你清了清嗓子，刚想开口，少女突然猛地抬头，一脸警惕地看着你。你是谁？你眼角抽了抽，这反射弧也太长了。你索性放弃了所有套话的套路，直接中二又直白地开口：你好，小姐，我是来帮您的。几分钟后，你和少女并肩站在了公寓603号房的门口。少女叫邱木槿，和你推测的一样，是个没什么名气的作家。1周前，她因为手头拮据，租下了这套地段好、价格却异常便宜的公寓。可搬进来的当晚，怪事就发生了。先是她忘关的水龙头，在她的注视下自己拧上了，接着是行李被莫名移动，杯子凭空消失又出现在别处，门自己开关关，无风的房间里书页自动翻动，还有若有若无的脚步声。她报了警，却被当成了骚扰电话，没办法，只能每天在咖啡厅待到午夜，等怪事停了再赶回来。你蹲下身查看着门沿的缝隙，又用手指沾了点口水在门上蹭了蹭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邱木槿在一旁急着强调：真的闹鬼。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示意他开门。好吧，先进去看看。门开了，没有恐怖片里阴冷的阴风。60平米的两室一厅收拾得很温馨，家电一应俱全。你习惯性地闻了闻屋里的空气，低头看到门底缝隙里有烧过油纸的白灰，心里了然，房东半个月前还请人做过法事。你刚插兜走进屋，随口问了句：你说的闹鬼一般都发生在什么时间啊？邱木槿看了眼手表，就现在。话音刚落，一扇卧室的门就在你的注视下缓缓地关上了，你半点紧张都没有，还抽空吐了个槽，还挺准时的。紧接着，客厅的桌子发出咣当一声，被莫名的力量撞得挪了位置，换做普通人早就吓得尖叫着跑出去了。可在场的2个人，一个天然呆，一个纯疯子，愣是半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安安静静地看着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。嘿嘿嘿，你发出尖锐的笑声，神情像个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，连跑带颠地坐到了客厅的角落，对着邱木槿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挥手让他出去，别打扰了。正主。邱木槿呆呆地点点头，真的走出去关上了门。整个空间里只剩你一个人，安静地等着。没一会儿，地上的椅子嘎吱嘎吱地挪动，碗架上的盘子剧烈摇晃，水龙头自己开关关，墙壁被砸得咚咚响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活脱脱一个恐怖片名场面。你飞快地捕捉着每一个细节，椅子倒下的方向，杯子移动的速度，餐具碰撞的频率，眼睛瞪得发亮，咧着大嘴，就差一桶爆米花了。突然，啪的一声，墙上的开关被按动，灯泡灭了，所有声音戛然而止，房间瞬间陷入漆黑。嘿嘿嘿，黑暗里，你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哪怕努力憋着，声音还是尖锐刺耳，格外瘆人。太好了，真的是闹鬼！就在这时，一阵缓慢的脚步声隐隐传来，哒哒哒，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在了你的面前。你半点不慌，反而兴奋地挥手朝面前的空气抓了一把，空无一物，没有实体，却能对物体施加作用力。你心里的好奇更盛了。一张纸从旁边的桌子上滑落，正好飘到你身前，你捡起来，借着手机屏幕的惨白光线，看到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：你是谁？字体很难看，间距很大，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公寓门被打开，邱木槿战战兢兢地探进头来：你没事吧？你头都没抬，喊了句开灯，灯亮了，你把纸对准灯光，发现自己不是普通笔写的，墨水早已完全风干，看着就像写了很多年一样。